黑神话悟空没有受到政治正确的影响，最终成功。政治正确的在游戏界行之有年了，有傻逼公司专门在提供可以政治正确的方式游戏行业。现在国外的不光是游戏，它连它的影视都是掺杂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的东西。黑神话悟空也有政治正确，但它的政治正确跟欧美的政治正确是不一样的。欧美的政治正确要符合小的群体，但是中国的政治正确是要育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其实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它已经在游戏界行之有年了。最早开始让玩家感到愤怒的就是乔尔夫球嘛，拿那个球杆去把前一代的男主角的头打爆。再来 Last of Us 它是属于故事型的游戏，结果为了政治正确破坏了它原本的故事设计，然后让玩家在看的时候就是受不了。所以在几年前就开始一直有人不爽，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关注政治正确对游戏行业的影响。后来就发现有傻逼公司说我们提供可以政治正确的方式然后你就可以把游戏变得政治正确，就不会怕被抓。这个背后牵扯到是美国严重的意识形态之争啊，这其实跟台湾有点类似。这种意识形态之争，游戏只是被扫到台风尾而已，它是整个包含美国的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这种政治正确挂帅的问题。其实这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最终促成了 Mega 的形成，所以这种政治正确最终外溢到台湾。其实台湾如果你有观察的话，什么性平三法还有一些最近在主张的很多概念，其实都是这种政治正确延伸出来的产物。这在台湾不会像美国这么样的夸张，是因为台湾还没有严重到各行各业都在自我审查。在美国的状况有点像人人心中有个小警种，你有没有政治正确？游戏就被影响到了。除了美国以外，欧洲也有那样的问题。为什么欧美近年来右翼力量会不断崛起？因为在前一段时间长期的 LGBTQ 白左运动它对于传统价值的压抑跟迫害，再加上他们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不断在刺激欧美社会，再加上移民的一些议题，它逐渐的就让原先3K 党、福音派、中下阶层的劳工，这些人其实不会团结在一起，甚至他们还有一点敌对关系。为什么到最后全部都支持 Mega？ 因为你政治正确太过头了，它已经完全压抑到了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讲到这个，我就想到黑神话悟空。黑神话悟空，你可以观察到的是它的成功，除了它没有受到政治正确的影响以外，更重要的是表示大陆在游戏市场上逐渐开放。我只说一句话，艾克法有没有效？有，尤其是在玩具业，他们光是创收就高达1200多亿。为什么要讲艾克法？因为后面的一个东西叫服贸货贸。当艾克法它的经济效益都可以这么高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推估到服贸货贸经济效益也会很高。悲哀啦，后来有心政党的操作之下，葬送掉了一代年轻人的未来。我敢这么说，是因为当我看到黑神话悟空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服贸过的话，现在可能就是台湾做出黑神话悟空了。当时服贸通过的话，开放了大量服务相关的就业机会，跟服务相关的工作相互交流的过程。你想想看，游戏制作公司在台湾做游戏比较自由，还是在大陆？那当你两边的这种游戏人才的交流或游戏公司的交流，它可以透过服贸的桥梁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它可以把这些公司设在台湾呢？然后台湾可以绕过大陆的法规去创造更自由的游戏。如果我是做商人的话，一定是这么做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无奈啦。虽然我们在讲政治正确，可是同样的，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部分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当我们错过了那个历史的窗口的时候，机会就随之而去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游戏界，你说台湾有没有办法做出像是悟空那样子的3A 大作或我们就光索尼那个好了，我们觉得极为困难了。当你的市场无法打开的时候，不会有一家公司愿意花这么多钱去投资一个没办法卖太多钱的行业。游戏也是如此。我想说一下，其实也不是像剑心这种游戏没有政治正确，其实剑心这种游戏也有政治正确。剑心这个游戏起初刚开始的时候，里面设计的是很暴露的，这也是当时的游戏的一大卖点。大家都知道，玩这种游戏大部分都是男生嘛，可是，在发售之后，这游戏的厂商就把这个游戏裸露的地方和谐了，后来几乎遭到全体玩家的怒喷，就说你这不对呀，我们买这个游戏就是冲
冲着你够暴露，这就是一种政治正确啊。因为对于买这个玩家来说，你露才是正确的，你不露就是错的。那你像黑神话悟空，难道没有政治正确吗？也有政治正确，但他的政治正确跟欧美的政治正确是不一样的。你像黑神话悟空啊这种游戏，如果等你玩通关了之后，会给你一种非常受教的感觉。它不像欧美 The Last of Us、美国末日也是索尼的独占游戏，它以前是没有政治正确的，但是后来它第2代的时候，它就有政治正确，比如说女童呀，或者是歧视亚裔啊这种，它慢慢就在里面呈现出来了。回到黑神话，我觉得像那个台湾绿营的人啊，我觉得他们有一点没弄对，按照他们的政治立场来说，他们应该是非常推崇这个游戏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游戏从头到尾就在告诉你要追求自由，不要被束缚。因为黑神话悟空里面的孙悟空，他呈现的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你怎么样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对吧？当然了，他在游戏里面确实也教了你很多人生的道理，比如说最后那个老猴子就告诉你，人要努力，不要仗着自己有天赋就整天好吃懒做，你这样是不会成功的，告诉你类似于这种人生道理。所以等你玩完了之后会有受教的感觉。现在一些国外的游戏多多少少都会掺杂一点点政治正确，比如说像魔兽世界难道就没有吗？就像前面我问历史哥有没有玩魔兽11.0，它里面出了一个新的种族叫土灵，对，它那个土灵的女角色是有胡子的，你可以自己给她装胡子，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人类的那个王子安都因洛萨现在有一个新的女朋友了，这个黑人，这个黑人圣骑士，不是那个瓦尔的女儿，好可惜。不是，他去了新的地图，他不是已经失去了圣光嘛？然后他现在获得新的圣光，是他的新的另一半黑人的女圣骑，让他重拾圣光，你知道吧？现在国外的怎么说呢？不光是游戏，他连他的影视都是掺杂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的东西，但是呢，他的政治正确跟中国的政治正确是完全不同的。就欧美的那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它是要符合他那一个小的群体，对不对？比如说同性恋群体啊，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些群体 LGBT 的群体啊。但是中国的政治正确是要育人，它是要教育一部分人。我大概就说到这里吧。回应一下刚刚陈老师说的，我只能这么说，如果你真的要去分析游戏产业的话，那么你应该会很明白93年台湾单机游戏爆发，比如说大富翁还有武侠单机爆发之后，进入的是以华裔为主的网游时代，而进入网游时代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运营模式跟单机的研发模式是不一样的。而实际上单机游戏是在与网游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被迫转型的，比如说志冠。而对于资本而言，你单机游戏你不可避免的就要面对的一个研发时间长、投入巨大，而且不知道回报究竟是怎么样的风险博弈之中，所以很少会有资本会愿意去赌这么大。这跟大陆或者台湾自由和不自由这个关系其实不是很大，关键问题是资本愿不愿意进入这个市场。